乐乐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电车上还有空位，梁多却倚靠着车窗凝望外面，似有许多无法排解的烦恼与失望。电车到站，他买了一碗荞麦面，站着就秃噜秃噜地吃完，还用剩余不多的钱买了块母亲梳子爱吃的蛋糕。他不想让梳子看出他的窘迫，可这回他回家的目的就是为了钱。梳子不在家，梁多四处翻找着，还顺手拿起佛龛前供奉的大福饼咬了一口，又从抽屉里找到一叠父亲去世前买来还未开奖的彩票装进兜里，接着好运地找到一个相机。此时玄关有了动静，梳子回来了。梁多立马装出气定神闲的模样，还拿出蛋糕转移梳子的注意力。平常不见人影的儿子突然孝顺，梳子不用想也知道他必有所求。梳子凝视着梁多，由内而外的透着一股威慑力。梁多只能坦白问道：父亲留下的挂轴画哪去了？宝物鉴定节目的专家说那个价值300万。梳子笑道：他的东西葬礼第2天就全部扔掉了，这么值钱的古董被当成垃圾丢掉。梁多不由得抱怨梳子：你们牵手50年，最后也不过如此。梳子却说：就是因为在一起50年才能这样。这话很深奥，梁多不懂其中含义，梳子也没有解释。他去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，有棵橘树是梁多上高中时种的，梳子将它当作梁多，每天给它浇水，可它既不开花也不结果。听着梳子的挖苦，梁多倍感刺耳。梳子却接着说：毛毛虫倒是很喜欢，靠吃它的叶子变成了蝴蝶，很漂亮。梁多苦笑道：我还是有用的呀。台风即将到来，他殷勤地帮梳子把橘树挪到墙边，只听啪啦一声，玻璃被撞碎了。收拾完碎片，梁多惦记着去典当相机，提出离开。临行前，尽管自己资金很紧张，还是拿出1万递给梳子，让他去买点爱听的唱片。梳子推脱一下，欣喜地收下，并玩笑地央求梁多：不如给我买3居的商品房吧。梳子美滋滋地送梁多离开，尽管下4层楼累得气喘吁吁，仍紧跟着梁多的步伐，坚决要把他送到公交站，能多在一起待一会儿就多一会儿。路上他告诉梁多，上次走这条路一直有只蝴蝶跟着他，他想那也许就是梁多父亲。他还特意拜托对方：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幸福的，暂时不要来接我。告别了梳子，梁多立马来到当铺。说来梁多家是这当铺的老客户了，梁多父亲经常来典当东西，有一次拿的就是一幅挂画，可那幅挂画并不值300万，只是赝品而已。他哀求老板，儿子手术急用钱，老板才收下这幅赝品。梁多苦笑了一下，自己根本没做过手术，父亲的确是个荒唐的人。其实论起荒唐，梁多自己也不遑多让。人到中年，仍追求着不切实际的作家梦，妻儿都离开他，而他本人除了15年前获得过一次小说奖，之后再无建树，日子过得十分窘迫。一把年纪，住在一间狭小、脏得不堪入目的小出租屋，每天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散味儿。水池边一次性的咖啡滤纸被用了无数回，早上听到敲门声就吓得环顾四周，想找地方躲起来，生怕被要债的堵个正着。梁多号称为了收集写小说的素材，进入侦探事务所干临时工，但为了挣钱，毫无职业道德的两面通吃，将客户的目的告诉被调查者，从中谋取暴利。被调查的中年女子出轨，感慨道：我的人生哪一步走错了呢？梁多也这样问自己，哪一步走错了呢？他不知道，只是拼命地想要找回曾经的一切。他坚持每个月给前妻祥子抚养费，这样每月就能有一天和儿子独处，拉近父子间的感情。但这样的行为在祥子看来，更像是每个月一次的父子游戏。梁多只做1天的爸爸。梁多这个月的抚养费还没有凑齐，可当他拿到中年女子付的钱，就直接去了自行车赛场，想靠赌车钱生钱，再也不用为金钱烦扰。不一会儿，他的兜就比脸还干净。梁多又和同事借钱回本，于是再一次输个精光。晚饭都只能回公司蹭吃。他津津有味地说着赛车的乐趣，听着链条的声音，有种活着的感觉。同事劝他，这就是赌博。他强词夺理道：你这是以全国6000万车迷为敌。正在此时，老板回到办公室讨论起最近的案子。许多男人都委托他们调查自己的妻子，对妻子毫无信任可言。男人的度量越来越小，
最近的跟踪狂也都是男人。梁多说，正因为这些男人，我们才有这份工作。老板得意道，感谢这个小心眼的年代。作为小心眼的佼佼者，梁多最近也常常跟踪前妻祥子。离开了他，祥子的笑容更加灿烂，还有了年薪1500万的新男友。儿子真悟也有了梦寐以求的高级棒球手套，他们就像幸福的一家三口。梁多看得直冒酸水，他偷偷找到真悟，打探祥子和男友的近况。真悟对梁多有些疏离，又有些暗藏的欢喜。临走前特意问了句，这个月的抚养费没问题吧？梁多笃定地回答，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第二天，梁多就去找姐姐借钱。姐姐觉得梁多简直和父亲一模一样，不知道脚踏实地生活，除了典当东西就是借钱。这话让梁多很不满，从小他就不想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，还想过当地方公务员，稳定体面。现在即便没有成为公务员，但也绝不像父亲那样不靠谱。梁多没有借到钱，就借职务之便去勒索了做错事的高中生。高中生交了钱，愤慨不屑地嘲笑梁多，我长大绝对不要成为你这种人。梁多压制不住怒气，高喊道，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大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梁多又陆陆续续赚了不少钱，这些钱够他付抚养费，给真悟买双球鞋，只是房租还不够。可他的钱还没有捂热，坑钱的事就败露了。那个高中生是老板以前上司的儿子，老板没收梁多的钱，还问他，你就这么想见你儿子吗？听我的，别去见你儿子，有勇气成为别人的过去才是成熟的男人。到交抚养费这天，梁多没有凑到足够的钱，祥子虽然生气，还是同意让他和真悟待一天。梁多带真悟去买鞋，真悟懂事的选了一双便宜的，梁多却无论如何都要给他买那双心仪的大品牌球鞋。梁多拿着鞋去付款，在台阶上故意蹭了蹭鞋边，以打折的价格买下它。随后他们又去了餐厅，梁多只点了一份餐，谎称自己不饿。他关切地问起祥子和男友的事。真悟说，他曾问过妈妈，我爸爸和那个男人你更喜欢谁？妈妈回答，太遥远的事他早就忘了，曾经那样相爱，如今却变成这样。梁多不由鼻头一酸，再也说不出话。他带着真悟去看梳子，路过一家彩票销售点时，劝真悟买几张，还说这是纪念我们之间的羁绊。父子俩一路走一路聊，看到那个章鱼滑梯时，梁多告诉真悟，小时候刮台风，父亲带他来这里吃点心。真悟一直回头看着章鱼滑梯，对那里充满了兴趣。良久，他们终于到了梳子家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姐姐一家也来了。姐夫修好了上次梁多弄碎的玻璃，小外甥女炫耀着外婆要帮她交学滑冰的费用。梁多讽刺姐姐，这是哪里来的大小姐，学滑冰还要动母亲的退休金。姐姐回怼，交那么多学费学小提琴是谁家公子啊？你别哭穷，无论是对母亲还是我。外面台风加上暴雨，姐姐一家匆匆离开，而祥子也来接真悟回家。他一进门，梳子就去了厨房做饭，邀请祥子留下一起吃。晚饭是咖喱乌冬面，梳子拿出咖喱乌冬的底料化冻，祥子负责切菜，真悟将油炸物切成长方形。梁多看着忙忙碌碌的三人，这就是他以前最平常，现在却再难获得的幸福。饭桌上，真悟念起自己的作文，我最崇拜的奶奶。梳子一脸羞涩，拿出照片转移注意力。梁多一边吃饭一边用眼神黏着祥子，酱汁溅到衬衣上，梳子就舔湿手绢为他擦拭。梁多觉得不干净，用手阻止，梳子毫不理会，怎么会嫌父母脏呢？亏我把你养大，真是不管多大了，身边还是少不了人照顾。最后这句话，梳子是说给祥子听的。祥子没有接他的话茬，晚饭后催促真悟收拾东西回家。梳子带着哭腔央求他们留下，梁多也说因为台风打不到出租车，祥子只得留下来。梳子瞬间变得容光焕发，他找出梁多幼时的作文给真悟看，还问真悟，你不想和爸爸一样吗？真悟点点头，因为妈妈就是讨厌爸爸才分开的。梳子赶紧打断他，也是因为喜欢才在一起，然后有了你。真悟有些怀疑地问，爸爸喜欢我们吗？这话触到梳子的痛处，他很清楚是梁多对家庭不闻不问的态度，导致真悟怀疑他的爱，也许这是必然的报应。梳子告诉真悟，他当然爱你。真悟开心地规划起未来，
父母是因为经济窘迫，天天吵架才离婚的。如果他的彩票能中奖，大家就又能一起生活。到时他还能盖一栋大房子，奶奶也来一起住。淑子强忍着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。另一边，祥子显得闷闷不乐，他回避着良多殷切的视线，同时又为良多带真悟买彩票而生气。祥子想把真悟培养成勤奋刻苦的人，不想让他通过赌博不劳而获。良多辩解道，这是300日元就能买到的梦想，你现在说的这话是要与全国6000万彩民为敌。接着他又问起祥子现在的感情状况，还想知道祥子和男友是不是已经那个了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酸道，你和他之间的不叫爱。祥子说，成年人光有爱是生存不下去的。何それ。いやもう大人なんだからさ、今更そんなさ。祥子狠狠一拳让他恢复正常。外面的风雨越来越激烈，良多等到大家睡着，拿着手电筒翻找起来。上次姐姐虽没有借给他钱，却说漏了梳子藏钱的地方。袜子包裹着厚厚的一叠东西，良多激动不已，这得是多少钱啊！然而打开报纸，里面包裹的却是2张废纸板，上面写着真遗憾呢，落款姐姐。良多被捉弄了，仍不死心地继续寻找。上次梳子说父亲的东西在葬礼第2天就扔掉了，他却找到一块父亲留下的砚台。良多装起砚台，看到父亲的遗像，或许是愧疚，或许是其他，他想给父亲上一炷香，香炉里尽是燃渣，插不进去，他就将香灰倒出来清理。此时梳子睡醒一觉出来，他突然提起死亡的话题，问良多长期卧病在床和猝死哪一个更好。良多选择了前者。想起猝死的父亲，他问梳子，父亲的一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有很多事都没有实现吧，都怪生错了年代。梳子却说他把自己的缺点都怪在时代上。梳子安慰良多，人走之后再怎么想念都是枉然，还在的时候好好珍惜才是。男人为什么都不珍惜眼前，总是追求已经失去的东西，做些实现不了的美梦，被这些东西困住，每天还怎么快乐？幸福这种东西，你不放弃些什么，就无法得到它。收音机里传来邓丽君的歌声，在别离的预感中，她唱道，比海更深，比天还蓝。梳子感慨，自己到了这把年纪，还未说过爱谁比海更深。他问良多是否有过。もうそれなりね。ないわよ、普通の人は。それでも生きてんのよ、毎日楽しく。ないから生きていけんのよ。こんな毎日を。それでも楽しくね。人生なんて単純よ。梳子觉得自己讲了很棒的名言，叮嘱良多一定要写在小说中。他回屋继续睡觉，良多怎么都睡不着。当真悟半夜上卫生间时，他提出带真悟去章鱼滑梯玩。梳子和祥子留在屋里，梳子犹豫再三，还是张开口，你们2个已经不可能了吗？祥子点点头，良多并不适合走入婚姻。梳子不再劝什么，他拿出孙子真悟的脐带交给祥子保管。ねえ、本当に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ったのかしらね。公园里，狂风暴雨发出巨大声响。良多父子躲在滑梯洞里吃脆饼。良多问真悟，你长大后想干什么？真悟的回答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公务员。真悟一直很喜欢打棒球，但他也明白自己的天赋并不够，他做不了棒球手。真悟问良多，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了吗？良多回答，还没有实现梦想，但是否实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是否有勇气去追逐梦想。祥子赶来叫良多父子回去，真悟非要再喝一杯饮料，他冲到雨里去买。良多看着他的背影感慨，本来不该是这样的。他说的不是今天发生的事，而是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。祥子也意味深长的低语，是啊，本来不该是这样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向前看，你明白了吗？良多湿润了眼眶，明白了，早就明白了，他只是不敢直接面对。真悟买饮料时，兜里的彩票掉了出来，他必须要找回来，因为彩票寄托着是他们全家团圆的希望。良多和祥子也帮他认真找着。
这一晚，在风雨中，一家三口共同努力着。翌日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一切又恢复如常。叔子送走3人，如同每个平凡的一天，在阳台默默地望着远方。梁多拿着砚台去了典当铺，这是个珍品，价值30万。老板拿出梁多的小说让他签名，还说这是梁多父亲送来的。梁多父亲当时说这是出版本，以后肯定值钱。老板对梁多感慨，你父亲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因为这句话，梁多没舍得当掉砚台，他和祥子真悟一起坐上回市区的电车。分开前，祥子不客气地说道，下次见面准备好15万，3个月的。梁多看着祥子和真悟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转过身汇入人群，开始自己的人生。别海更深是由市之愈合自编自导，阿部宽、树木希林主演的剧情片，片名取自邓丽君的日文歌《别离的预感》中的一句歌词，比海更深，比天更蓝。有什么比海更深呢？市之愈合在撰写剧本时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们都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，比海更深的是现实与梦想的距离。我们少年时都曾有过远大的梦想和美好的期许，我们以为只要努力，梦想就肯定会实现。可后来经过跌跌撞撞，我们才知道实现梦想还需要机遇、运气和天赋等等，梦想有时候也就止步于梦想了。祥子想当老师，叔子想要住在商品房里听着高雅的音乐，梁多想当小说家。他们的梦想都没有成功，不同的是祥子和叔子选择放弃梦想，过另一种人生。梁多还在坚持。我们无法说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都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了一方，必然就要舍弃另一方。愿我们能为选择的坚持努力，也能对舍弃的不再痴缠。因为比海更深的还有人生前行的勇气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